Yeah.不知道。全船最大的这个船东套房，可以把它单独隔開，變成是有對外自然風的空間。每一個艙等都有它專屬的管家。哎呦，那公雞哎，它的腳穿襪子。嗯。北緯52度的荷蘭阿姆斯特丹，空氣特別的涼爽。OK， 到了。這是我的全新體驗，一切都是那麼特別，一切都是那麼的新奇。我沒有搭過河輪，這一次呢，特別來搭萊茵河的河輪之旅。河輪這幾年來非常受亞洲遊客的歡迎。現在請我的朋友 Alex 郵輪的總監來好好的為我們介紹一下郵輪嘍。Hello。那一般陽台艙跟豪華陽台艙都會分布在2樓跟3樓的部分都有。那一般陽台艙呢，它的房間大小大概在5.75平，它可以把這個陽台可以把它隔開來，這邊有玻璃門，可以一片一片的組裝，然後把外層打開，有沒有？它就變成一個陽台。它這個窗戶有2層的，上面那一層呢是可以打開的，它打開之後就變成一個天然的陽台啊。那把它關起來呢，它就變成室內區哦。你看看。好，那我們再往前走呢，就會看到全船最大的這個船東套房就在306這個房間裡，那它的坪數大概有來到14坪左右，它的位置呢是比較靠近前面一點的這個位置。那這樣的陽台也是可以把它單獨隔開，變成是有對外的這個自然風的這個空間。所以這個陽台是非常寬廣哦。床上會擺着這個 black sheet 這個皮墊，在我們登船或者離船的時候，那他會把它擺出來，讓客人可以把行李放在上面來做整理。每一個艙等的房型都有它專屬的管家。上面越上面的越貴，越下面的越便宜。還有最底下的，有看到？因為呢，它這個河道呢，在走的時候呢，它船有時候會打到那個窗戶上面，所以它最下面的那一層呢，它那個房間有時候窗戶上面會有一點點，一半是水，漲潮的時候。那最後我們趕快走到船尾，船尾還有2間非常棒的全景套房。Hello。好，船尾這2間是我最喜歡的它是船上第2等級皇家全景套房，336跟337，它的坪數呢12坪多，但是因為它的絕佳的位置，這2間的位置呢就在船尾，2間是對稱的格局OK， 好，那這一間我們進來就發現，這2間全景套房它最大的特色是2面採光有一面是落地玻璃窗對着船尾它的特色就是船旁邊這邊有2個舷窗圓形的舷窗。好，這個就是皇家等級的這一些套房。OK， 這個香檳已經在這邊幫這個客人準備好了。因為歐洲這幾年來對於古蹟文物的保護，把這一些觀光客呢稍微做了一些限制，所以現在我們常常去歐洲，你會發現為什麼有時候車子要停非常的遠，對不對？那這變成你從那個區域要再進到城裡面，就會花很多的時間，而河輪剛好就解決了這個問題。第2個是什麼？河輪它不用搬行李啊，然後它比較屬於私人私密性的，它沒有像郵輪那麼多人，所以河輪是一個非常棒的全新體驗。來到了它的大廳，等候一下，咖啡啦，喝這個吧呢？有沒有？船不大，這種船通常都是很客製化的。就客製化就是客製化你的 schedule 啦，去安排很多城市點對點。
路線啊，哇，還蠻不錯的，很棒的河輪。在萊茵河河輪辦完 check in 之後，我們有1天半的時間可以好好的暢遊荷蘭。當然，我馬上選擇的就是前往荷蘭近郊羊角村。荷蘭擁有運河、風車，還有夏季花田。荷蘭非常適合歐洲的第一站，國土面積沒有非常的大，點到點之間的距離非常的近，交通也很發達，荷蘭人的英文也非常的好，95% 以上的國民呢都能夠用英文跟你溝通哦，所以語言上面不需要太擔心。荷蘭的大城市各式各樣的餐廳也非常的多，而它的近郊羊角村在近年來更是火爆全球。現在我們就前往特別的羊角村。来到这個羊角村呢，它最有名的就是 Whisper Boat 耳語船。為什麼叫耳語船呢？它這種船用的是電動的，用的這電動呢，好處是什麼？環保，沒有噪音，也就是說你在開它的時候要輕聲細語。大家都知道，荷蘭是低地之國，羊角村當然也不例外。羊角村在過去的數百年間，處於比周邊還要來得更低，寸草不生。除了蘆葦跟一些水生植物之外呢，這裡的土壤不適合耕作，也無法耕作，因為泥炭沼澤遍布。但是後來的人發現，這些泥炭呢，看起來毫不起眼，但裡面有泥煤耶。結果發現了商機之後呢，就有很多的人來到羊角村定居。就這樣，他們就不斷的開凿，一直挖，漸漸的就形成了一條條蜿蜒狹窄的溝渠。之後，他們為了讓這些船隻方便運送物資，所以呢，他們就將這些溝渠加以拓寬，就這樣子形成了現在我們所看到的羊角村運河湖泊交織縱橫的美麗景色。來這邊去感受一下這一個環保小村啊，秋天很漂亮的。歐洲有不同的氛圍啊，尤其是來到這種，沒什麼人的，很安靜。哇，你看這個屋頂。天哪，有沒有像河長村的感覺？其實它是用蘆葦啊，因為這裡盛產蘆葦啊。Okay. Yes. Rent a boat. Rent a boat. First, need to scan the QR code to get the app for the route. Okay. 現在都要掃這個。歐洲其實變化很大啊，經過疫情過很多的地方，搞得跟演唱會門票一樣難搶了。你看來到這邊，你現在很多時候你都是需要用手機啊，沒有手機幾乎不行了。荷蘭地處高緯度，就算夏天也不炎熱，秋天更是秋高氣爽。看看這些鴨子，你就知道了。在湖邊曬太陽，很舒服啊。河道當中有很多的木橋，方便居民步行，從左邊步行到右邊，不用再跨越河道。而且羊角村以前是泥炭地，是沙質地，它的土地呢，蓋房子並不牢固。所以他們旁邊呢就架了很多的這種木頭，再把土地呢壓實，比較密實之後呢，它才在上面蓋房子。所以行駛在這些運河過程當中，你就可以看得到河道兩旁邊都會有打一些木樁、一些木條，把這些土地呢夯實起來，讓這些土壤呢不會因為運河或者是它本身土質的關係而流失掉。有沒有看到這裡？這是這個特色，
哎，這種地方不同，蘆葦就感覺是不一樣的。對啊，哎，這個毛很好摸哎。對啊，它這裡的特產啊。注意看，這裡的每間的房子屋頂都鋪上了一層蘆葦的毛草，感覺像絨毛一樣，很好摸。而且這裡房子的屋頂全部都使用當地的蘆葦材質，這種材質是1等1哦。它的壽命聽說可以達到40年，而且冬暖夏涼，防雨又耐太陽曬啊。只是現在這裡很多的房子已經變成有錢人買來度假了啦。塞准 Westport， 这个要耳語也很難啊，這風有一點大，有沒有？這個那個電動船一個一個，可以准啊 ！Jump in， OK， jump， 看到那些河道，很多人自己開的這個船，哇，好像那種富豪很享受那種生活，開着自己的船，然後在河道裡面慢慢的串流在這些河道當中，我個人就覺得真的很興奮，然後也很想去體驗看看。OK。Jump。OK。Look, sir. Yeah. Neutral. Yeah. Front. Yeah. Back. Back. Neutral. Back. Front. Okay. Stop. Stop. Okay. All right. Steering like car. Okay. No full power. Begin like this. Okay. Yes. Have fun. Fun, sir. Yeah.不知道，但是他怎麼？哎，你看呢？你有在拍嗎？其實一開始啊，我要去開船的時候，我在想說，哇，羊角村的船是不是需要什麼執照啊、技術啊，還是需要什麼技巧啊？一剛開始是非常緊張的，開船跟那個不太一樣。沒，為什麼我轉不過來呢？為什麼我轉不過來呢？ I know。OK， 好了，新手駕駛。 亂緊張的 ，OK， 這個電動平底船，哇，很棒哎，哇，這感覺很好哎，非常的好，但是開起來有點緊張。Stop， 我發現第一個不用執照。 不用任何技術，只要慢慢開，你就可以感受到富豪的感覺，很享受的感覺。這就是在羊角村開船很棒的一個體驗。羊角村運河的溝渠寬度呢，差不多2艘船可以錯過，有時候還差一點點，所以常常看到像我們這種自己開船的人啊，自駕船的哦，瞬間手忙腳亂啊。 但是還好啦，因為它旁邊都有很多的木頭可以保護着你的船隻啊，所以稍微輕輕劃過，或有時候擦邊球這樣擦過去哈，輕輕碰撞一下也變得很有趣，也不會造成非常大的危險。而且他們對這些電動小船呢會有速度控制，也就是呢讓你開也開不快，你想飆船你都飆不了啊。你說小一點的船啊，不會開大小船 ？Hello。 不會開都一樣，為什麼要開起來那麼順啊？對，我的是沒有力氣，是不是？哎，它會不會是別家的船啊？啊，
有時候船要選對啊，对啊，這個叫做上錯船。OK， 開始拍再告訴我，開始了嗎？好 ，OK。哎呦，你要小心哦，這應該過得去吧？有 ，OK。天哪！我的天哪！這個就是它很低矮的地方。自駕船行駛在羊角村的運河之上，還有一個非常大的重點哦，要認路啊！因為交錯的水道，你開在這上面呢，房子又長得很像，風景又長得很像，然後我們又不是居住在這邊，就有時候開啊的，會忽然間不知道方向在哪，東西南北也會搞不清楚。他有給我 map， 我看一下我的 map。等一下啊。那這些交錯的運河有时候開啊，還會進入到大湖上面去。那你開到大湖，你就開始緊張，害怕這個電動動力小船呢沒電了怎麼辦？其實呢，出來的時候有問過船家，船家說每一艘船大約可以行駛6個鐘頭。但是畢竟我們是新手啊，而且再加上呢人生地不熟，對船只也沒有那麼了解，總是會害怕說會不會開一開沒電啊？那種對電力的疑惑、不安全感總是會存在着，但這也是另外一種旅遊的樂趣啊！因為其實繞一繞都繞得回來啊。環境都很棒，哎，前面又有了，OK， 有沒有？這個就是你必須開船的方式啊，對啊，就攝影師多的比誰都還要厲害。哎，我的車在那邊，快到了，對啊。沿途的風景真的很美，它是一個你不親眼看到，比較沒有辦法去形容羊角村迷人之處。遊着船，隨着蜿蜒的運河，慢慢的行駛着，經過每一個人家的家門口的時候，都還有它的獨特的設計風格。光看這裡的房子也是一種享受。而這裡的居民呢，有些房屋都還有船庫，因為在這裡代步的交通工具呢，就是這些小船嘍。還有跨越兩旁屋舍的小橋，非常的可愛。運河、小橋、流水，會不會讓你想起小時候的一首兒歌啊？我家門前有小河。Thank you。結束。我很喜歡羊角村帶給我的氛圍，我覺得還蠻值得探訪的。有時候觀光客一多，難免就吵雜了一點，但我覺得羊角村一直保有這份原始的感覺，寧靜的感覺。哎呦，那公雞它的腳穿襪子。對啊。Stop here, OK。騎單車遊覽阿姆斯特丹絕對是一個最棒的體驗。也是最方便的一種出行方式啊！
因為在這邊的自行車的數量啊，比人口還多啊。當地每年騎自行車的里程，每一個人都可以超過200萬公里啊！我的天哪，真厲害！騎腳踏車，天哪，你知道荷蘭人啊，好像身高特別高。電動的，在這個平均身高男生184、女生171的西歐國家，它的單車也長得特別的高，所以騎上去的時候，有時候稍微要助跑一下。你的手指头都進來了？沒有啦，真的啦。在阿姆斯特丹要租一輛單車非常簡單，因為不止本地人騎車，許多觀光客也會以單車代步，但首要條件是你必須遵守單車的規範，比如說邊騎邊看手機、闖紅燈或不適合的單車雙載，你都會被警察開罰單哦。像我這一次啊，就為了找路啊，邊騎邊看手機啊，因為用 Google 導航嘛，結果就被警察攔下來。所以啊，在這邊你要很遵守交通規則，尤其是觀光客，就像我們一樣啊，為了找路啊，有時候甚至講電話，一不小心還會闖進這個單車專用道，所以說吼要加注意啊。這裡是Jordan區，那Jordan區它很特別哦，它這裡有3個主要的河道，它是匯集在一起的。在全荷蘭，它有2000萬台的自行車，35000公里長的這個自行車道哦。荷蘭作為全世界最先進的單車國家之一啊，擁有長達3萬多公里以上的單車路網，所以一台單車吐整個阿姆斯特丹是絕對辦得到的，甚至整個荷蘭你都做得到。那循着單車專用道騎遍荷蘭，你有沒有發現，幾乎騎單車的人他是不需要戴安全帽的，而且當你在當地騎的時候，你會發現單車的速度之快啊，有的甚至比摩托車還快啊。有時候反過來想一想啊，感覺是行人還要戴安全帽，因為他們真的騎得非常非常的快。對於我們來說呢，我們習慣的是很多的摩托車穿梭在我們的身邊。所以对他們來講，腳踏車不是一種交通工具這麼簡單了，它還是一種文化，它還是一種生活態度啊。我們走一走，喝喝咖啡，就準備再騎了。你看看，我說什麼車都有哈。看看前面可以載貨的，在我們那邊可能很多腳踏車都是健身啊、運動用啊、玩樂用，在這裡不是，而且像這個都有電力輔助哦，讓你騎上坡不會那麼辛苦。荷蘭的自行車車道呢，遍布了城市跟鄉村，你騎乘的時候可以欣賞到很多美麗的風景啊，像運河啦、古老的建築啦、船屋啦、鬱金香花海啦。騎腳踏車是探索城市最方便也是最好的方式，能夠輕鬆到達每一個景點，還能夠避免交通阻塞。後面是海事博物館。我們現在行駛過這個橋，我們可以看得到前面的 Nemo 科學博物館，它是專門為了兒童而設計的。這棟綠建築，它的設計很像船的船頭，有沒有？它呢以兒童友善的互動展覽著稱，致力於激發兒童對科學的好奇心跟創造力。在這邊，我們要學會3種手勢啊，確保安全。包括你會常常看到單車騎士他舉起了右手啊，他在提醒後方的車輛啊，我要右轉哦。那他左轉當然也要舉起左手啊。那你左右手都舉起來了呢，我告訴你那會摔倒哦。那就是騎腳踏車這個技術很好的人啊。你在郊區常常可以看得到，他們就真的2隻手都舉起來在揮舞啊，那什麼好玩呢？所以你要注意啊，右手舉起來啊，要右轉啊。然後呢，他如果上下揮舞呢，其實呢就是要告訴你，你要減速了，不要再騎快了啊。這樣了解嗎？
而且呢，阿姆斯特丹主要運河區也不大，我們這樣騎單車呢，半天左右就可以把它逛完了，很棒。沿路上就走在這個 Jordan 區，環境非常的好。這台車你看，我現在經過的這棟建築物是 Booking.com，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旅遊電子商務公司之一哦。它的總部就設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在這裡很特別的是，不是行人最大哦，有車子來。然後你現在看到地上有畫紅色的紅色車道，它是絕對路權哦。為什麼？在荷蘭，自行車道以顯眼的紅色來標示，動力車你是不能進來的。自行車有最優先的路權在紅色車道上。就算道路在施工，我們騎在馬路上面，汽車還是會禮讓我們腳踏車。而且在騎車的過程當中，竟然讓我發現到一家非常特別的餐廳，它看上去真的很像中國式的皇宮。你知道我要進去吃的時候，才發現外面有排隊，結果我運氣很好，就剛剛好有位置嘍，所以我就準備來品嘗這一家在荷蘭阿姆斯特丹非常受歡迎的中餐館。一堆腳踏車，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腳踏車你停下來的時候一定要上鎖。我告訴你，在阿姆斯特丹腳踏車多，偷腳踏車的人也很多啊。如果呢你沒有把你的腳踏車鎖起來，有時候回來你可能看到春燈啊，腳踏車都被搶走了。所以當你去租腳踏車的時候，你會發現他一定會給你一個大鎖，停腳踏車的時候一定要上鎖。哇，我告訴你，阿姆斯特丹啊，光聊腳踏車真的可以聊很多。我是很喜歡吃港點，尤其是蘿蔔包。這個是這個的嗎？這個是用什麼？你知道，原本沒那麼餓，因為這個騎腳踏車太冷，到現在手都在抖。這一碗湯啊，384。這是，這是什麼包？牛肉包，口感很特別。那個還不錯，一顆150，我覺得還可以。對啊，銀絲卷的皮啊，所以我說還蠻好吃的啊。看這個老外會喜歡。吃飽，繼續逛荷蘭。阿姆斯特丹的中央車站。你到安妮之家看看。Go。我現在從車站要到安妮之家，其實騎腳踏車就比汽車還要快很多，因為阿姆斯特丹的主要運河區其實沒有很大，你除了漫步用走路的，騎單車當然也是遊覽這個城市最方便的方式。而且阿姆斯特丹大部分的道路都有做速限，也就是城市很多的地方都有做速限，這個速限幾乎影響了整個城市80%的道路。不管你是機車、電動自行車、巴士還是計程車，它都把你設計在每小時30公里，當然就不快啦。再加上它給你很少的
停車位，讓你汽車沒有辦法停，那你汽車當然就有一點寸步難行，對吧？又有速限，車位又不好找，紅綠燈設計的時間又長又多，街道又不大，你想想看，怎麼可能開車會比騎腳踏車快，對吧？ OK， 安妮之家。當時納粹在佔領荷蘭的時候，安妮她躲藏的一個地方，我們過來看看。那當時的地址是263號，它在著名的西教堂的旁邊。這個很難預約得到門票，現在都這樣，看永遠都是很多人。這個要有導覽的哈。那這裡就是Frank Anning， 他當時，所以到後來在整件 Amsterdam 的時候，荷蘭當局在1955年發現，就把它留下來了。每次談到這種戰爭，其實就會讓人家覺得很多的感慨，有很多的感觸啊。那現階段留下了這樣子的museum也好，讓所有人可以知道這種戰爭的可怕。喂！其實有時候旅遊出來最怕的是什麼？你知道嗎？最怕的就是每一個人的口味不同。有時候出來中餐吃太多，被念；不吃中餐也被念。就像我剛剛騎腳踏車也是一樣啊，停在路邊弄個東西被人家罵了一頓。也會有一點 upset 的不開心啊，所以我覺得我不會為了一件小事，讓我整天的心情都掛在那邊。Have fun, enjoy. 在休閒的自行車之旅當中呢，可以了解到荷蘭的歷史，還可以參訪很多荷蘭知名的亮點。喜歡我們的腳踏車之旅嗎？下次讓我帶着你一起騎乘腳踏車遊覽阿姆斯特丹哦。